26号，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就当前热点议题，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张小刚大校答记者问。近来，在美方撑腰打气下，菲律宾不断在南海多个方向发起挑衅行动。对此，国防部敦促菲方不要误判形势，绑上美国战车只会自食恶果。而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有关美对台新一轮军售时，张小刚警告民进党当局应放弃台独分裂幻想。 在26号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张小刚首先介绍了中美两军高层互动的情况。他表示，当前中美两国两军关系总体呈现企稳态势，两军保持高层战略沟通、政策交流、机制对话和专业领域交流，有助于双方增进理解、避免误判、管控风险。我们要求美方校正对华战略认知，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切实尊重 中方重大关切，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道路上，同中方同向发力，通过坦诚、有效、建设性对话合作，推动两军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向前走。 进入2024年，中美两军高层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以及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相继恢复。4月16号，国防部长董军应约同美国防长奥斯汀视频通话，随后两人又在5月底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举行会谈，这是中美防长自2022年11月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 9月18号至20号，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率团赴美国夏威夷参加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举行双边会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此前1周，两人还曾举行视频通话。 解放军南部战区管辖区包括南海地区，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则是美军6个区域统一作战指挥部之一，也是美军覆盖地理范围最大的战区司令部，编内军人和文职人员近40万人。有分析指出，美军经常在南海展开所谓航行自由、飞越自由等行动，增加了中美两军摩擦的概率。因此，战区级领导通话很可能对具体问题交换意见，议题可能更细、更有针对性，有助减少误判。 但就在中美两军高层保持接触势头的同时，美军印太总部近日发表声明称，敦促中方重新考虑在南海及其他地区使用危险、胁迫和可能导致升级的策略。对此，发言人张小刚回应称，制造不安全风险的恰恰是美方及其盟友伙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9月，美军侦察机约1500架次赴中国当面侦察滋扰。 这充分说明，美方是不折不扣的挑衅者、搅局者、破坏者。我们敦促美方停止虚假叙事，停止危险挑衅行动，严格约束一线兵力行动。除了美军舰机为中国周边海空域抵近滋扰挑衅、不负责任的搞危险操作外，还拉拢盟友搞小圈子。9月21号至22号，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举行。峰会后的联合声明宣布，明年将举行四方海岸警卫队联合巡航行动，计划扩大印太海域意识伙伴关系。对此，张小刚回应称，中方坚决反对在南海挑动是非、兴风作浪、加剧紧张的行径。美、日、印、澳都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却对中国搞麦克风外交，明里暗里指责抹黑中方，搅局、拱火、误导舆论。特别是美方在南海地区部署进攻性武器，拉拢盟友频繁搞军演，对中方岛礁进行抵近侦察等。要说谁在南海搞胁迫和霸凌，谁在搞阵营对抗，美国当之无愧。今年以来，南海地区波澜再起，在美方怂恿下，菲律宾甘当马前卒，在多个方向向中国挑衅。近日，菲律宾海警9701船已撤离仙宾礁，但菲海警声称将会向仙宾礁再次派出海警船。菲国防部长更是扬言，如果中方强制移除菲方在仁爱礁的军舰，这将是战争行为。另一方面，菲方明确表明，希望采购中程导弹，且继续利用美国部署在菲的低风系统进行训练。这意味着中岛系统或将继续在菲存在。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按此前公开承诺，尽早撤走中岛系统，同时
正告菲方不要打错算盘，把自己绑上美国战车，只会自毁家园，自食恶果。中方工具箱里有丰富的选项，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反制。值得注意的是，为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日本近年来积极配合美方行动，在南海、台海搅浑水。近期，美日双方讨论了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的事宜。同时，日防卫省宣布将对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大规模重组，组建全新的海军陆战队和警戒防备群。此外，还拟增加防务预算，构建小型卫星网络。有分析认为，日方可能是在为配合美国介入台海局势做准备。就在25号，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驶过台湾海峡，这也是日本驱逐舰首次驶过台湾海峡。近年来，日方加速作战力量体系调整，加快新型作战领域建设，发展远程进攻能力，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倾向更加明显。这严重违背日本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倒行逆施。除了南海议题，台海议题也成为国防部记者会的重点内容。据岛内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从美国购买的首架 F-16V 预计9月底出厂交付。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近日称，不排除未来美台开展武器联合生产的可能性。另外，16号，美国国务院批准售台战机所需的备用零件与技术支持案，金额约2.28亿美元。这也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6度对台军售。对于美方持续搅局台海，发言人有何回应？中方又将如何反制？谢谢。美方妄图以台制华，用军援军售为民进党当局壮胆打气，助长台独嚣张气焰，这只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最终将反噬自身，把自己拖入灾难深渊。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多行不义必自毙，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亡的宿命。解放军有足够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